穿越后帮竹马打架，到了才发现对方是满街蛇妖，我忙将竹马护至身前，对大妖竖了个中指。等着，一会儿弄不死你！师姐，你疯了吗？这个手势在蛇族是要对他求爱的意思，本来就打不过，这下彻底完蛋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许双手是凶神求婚的手势，救命啊！不是，他们蛇族有病吧？我刚传来那天，正在遭受化髓之痛，正想看看是谁害我，就听见身旁人说：“他意图陷害楚楚自己跳的化髓池，现在被反噬了，活该。”那没事了，我挑了个舒服的姿势卧着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死样，随他们审判。中途无聊，伸手拨了拨池水，我去，不好，是硫酸。审判结果，我被禁足1个月。众人散去，只剩揭发我的小师妹盯着我。有事？你不是白茯苓，对吧？我浑身一震，抬眸看着他的眼睛，我们俩眼睛越来越亮，像王八看绿豆，像屎壳郎找屎壳郎，对眼了，明悟了。我也，老乡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小师妹给我疗了伤，她说这是一个万族共存的世界，男主季子修就是那个命中注定会统一万族的天骄，而女主薛楚楚则会和他经历一番虐恋后，与他心意互通，助他成为万族之主。等等，我穿的不是女强文吗？怎么给我跳男片了？退订！这你别管，我要说的是，季子修和薛楚楚就是主角龙傲天，你和我就是推动他们感情发展的工具人。你为了能得到季子修的爱，甘愿让出所有资源和零食，而我就是他们的爱情保安，纯工具人。你好歹还有个名字，我呢，大爷的，我就叫小师妹。总之，我们这些穿越者必须老老实实做剧情任务，不能背叛人设，否则就要掉血，血掉完就会被抹杀。每个人的初始血量都是1，要靠做任务提升血量，血量达到99加才能脱离世界。不过血量越高任务越难，我穿来3个月了，目前才10点血而已。这些信息都可以通过任务面板查阅，你再等一会儿就能看见了。那你刚刚给我喂丹药，算不算背叛人设？小师妹一僵，看向虚空某处，发出尖锐的爆鸣。我操，掉血了！恢复了。对不起嘛，忘了你是队友了。我之前的血都是靠山儿光加的。这么久就没人打你？我的保命技是瞬移，删完就跑，没人能追上。但是以后有你跟我一块儿做任务，就容易得多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难怪他这么积极的帮我，原来是找人分摊仇恨呢。总之，我们就这么组队了。小师妹每天都会来给我送药。宰种！叫你欺负楚楚，看我砸不死你！哼！砸碎！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屈服的。为了不背叛人设，我俩一见面就激情互喷。诺，里面记录了所有种族的习俗和礼仪啊，你可一定要好好背。好的呢，亲。我满口答应，转头就扔到一边，没日没夜的修复仙髓。这个仙髓一天不修复，我就一天睡不着觉。我可不想做谁都能踩一脚的废柴。至于什么万族礼仪，以后再背也不迟。刷任务了，速来！我看了看面板，这是一个重要任务，只要我帮季子修打架，得到季子修的原谅，就能加5点血量。子修哥哥，我来助你！我一个滑步冲到季子修身旁。刚落地，才发现对面竟是满街大妖。这世界虽说万族共存，但其他种族都修成了人形。满街什么概念？季子修作为男主都才6阶，宗门的师尊活了300年也才9阶，这能对吗？我也没想到是这样的，怎么办？等着，一会儿弄不死你！赛前标点垃圾话不是常规操作吗？至于吗？师姐，你疯了吗？这个手势在蛇族是要对他强制爱的意思，本来就打不过，这下彻底完蛋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许双手是雄蛇求婚的手势，救命啊！不同种族之间文化差异怎么那么大呀？有病吧？
我给你的万族简史，你到底看没看？就那一大摞书，我就知道你没看，爱死死吧！我宁愿被抹杀，也不给你这个小可爱洗。小师妹一把撕下宗门制服，连鞋都扔了，捏了个剑诀就跑。找死！不是吧？他怎么变这么大？傅灵，哈哈，傅灵我要完蛋了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是吧？就算是季子修，在他手下也撑不过几招，更何况是我呀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样挑衅本尊？哥，别，我误会，我被抽飞了好几米，然而比疼痛先来到的是突然变亮的任务面板。我去，什么鬼？我去，他叫什么呢？挨了尊上一鞭，竟然还不敢服，气死我了！尊上，你快杀了他！我回过神，心脏狂跳。难道刚刚挨的这一鞭被系统判定成替季子修挨打了？挨一下就能加一次血，果真，我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瞬间弹射起身，竖起2根中指。太轻了，你是在跟我调情吗，小美人儿？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的身材很曼妙，有本事打死我呀！说完，我拔腿就跑，边跑边吃止痛丹药。找死！大妖被彻底激怒，开始追着我打，却发现越打我越兴奋。美人迁怒，爽哉爽哉！你知道你愤怒的时候小脸红扑扑很惹人爱吗？你知道你动起来身子有多曼妙吗？小美人，打重点，没力气了吗？为了血量，我开始胡编乱造。美人，你怎么能为了别的女人打我？我腹中可是有你的孩儿！我祖祖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！我重生了，重生在被美人折磨而死的那天。这一次，我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！闭嘴！杀不掉啊，根本杀不掉，越打血量越高。明明是个2阶弱鸡，我打着打着成5阶了。我盯着越来越高的血量，心里美滋滋。容器却突然收手了。你们先祖真是恶心。直接加了半关血，这哪是蛇妖，他明明就是祥瑞！这泼天的富贵终于到我了！傅灵，容器那魔头竟把你打成这样。什么魔头？那是你齐哥，没大没小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因为背叛人设掉了一点血，眼看季子修就要怀疑，我连忙虚弱的捂住心口。子修哥哥，我没事的，不过些许小伤，只要能帮到子修哥哥，琳琳什么都愿意。季子修赶紧扶住我，眸中顿时生出一缕歉疚，正要说什么，忽然看到了一旁的人影。我就知道这个破气会放过任何一次搞3角虐怜的机会，看来是不必营救了。楚楚，我季子修，倘若被掳走的人是我，你会这样焦急，四处求人去营救我吗？大概是不会的，因为我不会哭，也不会闹，总是那样让人顺理成章被忽略。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他。楚楚，不是这样啊！为什么每一集都是这种青春痛山的剧情啊？我揉了揉脑门，一转身却看到了小师妹，她背着一包金币，正准备跑路。师姐，我是小可爱。好一个能屈能伸。哎呀，当初我的不屑一顾，现在我的逐字拜读。简体字。小师妹，这书里的简体字是你写的吗？不是我写的，我都不知道万族试炼是什么。你声音怎么黏黏糊糊的？我被人打了。你被人打成猪头了？师姐，你那法子真好使！我刚刚去挑衅薛楚楚的仇家，被打了2个小时，直接给我加20点血量，真是太爽了！要是每天都能被打几个小时就好了。不要把这种事说得这么变态啊！不好意思，没忍住，再笑就不理你了。别啊，我不笑了。至于万族试炼，我查了查，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赛事，奖品特殊，无法通过任何赛事以外的渠道获得，所以几乎所有修炼者都会参加。巧的是，万族试炼每3年开启一次，下一次的开启时间就在月底。我决定参加一次试试。管他呢，有早没早，先打2竿子。你去，我也去。
一转眼到了月底，我和小师妹背着鼓鼓囊囊一大袋止痛丹药，进了万族试炼场。试炼场呈圆形，大的没边，即便站着上万名参赛者都不显拥挤。环顾一圈，我居然看到了荣奇。嘿，荣奇，现在宣布本次试炼的规则：本次试炼为1对1随机匹配，比赛核心是剑道，所有参赛者必须持。场上剑修极少，按照规则，岂不是这一下就要淘汰90%？为了公平，试炼场提供了1万把名剑。好戏开场了！只要在1个时辰内让名剑认主，仍然有资格进入试炼。啊！满阶强者，恐怖如斯。连那些8、9阶的强者都没办法，我就更没招了。我是秦始皇，我并没有死，只是被奸人谋害，沦落至此。只要你肯为我500，助我复国，事成之后我封你做大将军。我没有500怎么办？那你可走运了，我现在事业刚起步，急需一把好剑，你只要做我的配件就能入股，干不干？行，那说好了，事成之后要封我做大将军，包的。这大招名字，这个大招名字是你刚想的吗？我觉得这样很有气势呢。是错觉吗？我怎么有种上当了的感觉？时间到，服不服？服不服？你太过分了！得了，别打了，我服了还不行吗？说是随机，也不能这么随机吧？满阶强者怎么会匹配到5阶弱军呢？就是啊，这还有必要比吗？这输赢不是一目了然吗？小美人，不是，我没看错吧？蛇族尊主居然会派一个5阶弱鸡？造反宣告！有谁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出100个金币，都是这个镇长了。荣奇这个羊毛跑了，看来只能先收点小钱了。我是秦始皇，威我一上来就用大招，这叫开山震虎，宝贝儿。这么点儿，也太慢了吧！高阶怪物边打边回血，怎么也打不死。我是秦始皇，威我500！我是秦始皇，我是秦始皇，威我500！你这样折损率升得太快了，你有病吧？你见过谁斗地主一出王炸的？演都不演了是吧？我折损率都20%了，再打下去要成废铁啦！你有病吧？哪有人在一个地方一直刷不换地方的？旁边那么多怪你不刷，你眼睛瞎吗？原来你是光头啊！是啊，你这个冷漠无情的人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们已经2天没下班了，你还没刷够吗？原来你是光头啊！是啊，你这个冷漠无情的人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们已经2天没下班了，你还没刷够吗？对不起啊，可是我才5阶，除了你们，别的怪我打不过啊。你打了2天，难道就没发自己的战力已经提升很多了吗？你现在去打8阶的怪物，随便努力就能打过了。可是我不想努力，那怎么了嘛？不想努力，人之常情啊。我把这个给你，你别刷了，行不行？这个宝物本不该现在掉落的，但是我确实熬不住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果子能让人回到18岁，那我岂不是能直接回到原世界？可转念一想，要是真有这种吃一口就能脱离世界的好东西，穿越者们又何必拼死拼活做任务呢？还是谨慎些的好。好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长毛怪说的没错，我的确能打8阶怪了。虽然需要耗费更多时间，但增加的经验也是长毛怪的好几倍。是你？巧啊，美人。好奇怪，他看到我居然不跑了，我该兴奋的，可为什么总感觉他气场不对？系统被刺我，在副本里痛，真的痛啊！怕了，可惜你不会再有上次那样的好运气了。你说你惹他干什么？止痛药都快吃完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喂，你干什么？复活机会只有3次，你就算用完，也不可能打得过他的。闭嘴！喂，你好歹等他走远了再复活啊！你这样，咦，他怎么回事？原来后悔药所谓的回到18岁，是身体回到18岁啊！幸好我留了个心眼没吃。
你说你们蛇族怎么就非得跟这个中指过不去呢？无耻之徒，你对我做了什么100岁老人重返18，你该谢谢我。太阴了，这叫智取，宝贝儿。我不知道后悔药能持续多久，在熔剑恢复之前，我得赶紧想办法通关。副本很大，我跑了2天图，才终于找到大 boss 的巢穴。巢穴外面密密麻麻围了一圈高阶怪物，以我现在的实力是打不过的，我只好先退回。这不会是荣奇吧？后悔药的效果能持续多久？永远，除非副本崩塌。看来那就是荣奇了。我也不是什么大恶人，看到受伤的小动物，心里总会有点犹豫。这小玩意儿尾巴都被踩断了，应该吃了不少苦。明明只要用完3次复活机会就能被踢出副本，他为什么就算身体都被踩烂，也非要留下来呢？反正在副本中，他永远都是条小蛇，对我没有威胁。而且我俩早晚要出去的，没必要把事情做得太绝。我嗤笑一声，擦擦手，朝庇护所走去。直到走远，小蛇才探出半个脑袋，小心翼翼地观察我。冥剑折损率已经超过50%，暂时不能用了。哼，跟着你过的尽是穷酸日子。再说就拿你去搅粪。副本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天上下起了大雪，气温骤降，我冷到脸烤热了，屁股冷，屁股热了脸冷，睡得也不咋好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看到一条黑蛇小心翼翼地靠近了我的庇护所。黑蛇偷偷观察了一会儿，便蹑手蹑脚游向火堆团成了一团。原来是冷了，我没有出声驱赶，假装没看见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小黑蛇早已经没了影子。入夜，在确定我已经睡着后，它又来了。接连好几个晚上，它都是这样，趁我睡着偷偷跑来蹭火堆。往复几次，我忍不了了，在它团成一团时，一把捏住它的7寸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问你，每天鬼鬼祟祟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没鬼鬼祟祟，我只是太冷了。算了，懒得跟你计较，这个洞送给你好了，我重新再挖一个就是。等等，你能不能带上我？蛇族尊主竟然向我低头？你一个人是通不了关的，带上我的，我可以带你去找剑祖，教你如何通关。这个条件的确诱人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身体无法恢复，只能和你合作通关。骗你对我没有好处，我只要一样东西。剑祖被击败后会掉落一颗魂石，那时幻境开启决斗，让我们争夺魂石。我不会要求你让给我，我会把战力压到和你同一等级，跟你公平竞争，如何？这家伙别的不说，还是挺讲养步的。之前他揍我的时候也从未有。那你立个魂誓。好，我发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诛地灭。荣奇告诉我，要挑战剑祖，绕不开的一个步骤就是把经验刷满。我只好没日没夜的刷怪。好在荣奇懂一些铸剑术，我白天用完冥剑，他晚上就能修复好。我刷怪的时候，荣奇也没闲着，要么清理庇护所，要么用尾巴把柴火一根一根往庇护所里拖。有时候还会配合我钓鱼，具体方法就是我用根棍子把它倒吊在河面，有鱼游过它，就一口咬上来。副本里的日子过得飞快。不知不觉，我的经验就刷满了。这天夜里，我们围着火堆烤鱼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。剑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就连我也挡不住10招，所以要另辟蹊径。什么？用剑祖的招式打败剑祖？我手里有一颗10瓶空间流速，是空间外的1/1000。你需要每天去单挑一次剑祖，记住他的招式，然后回到10瓶空间反复练习。在山洞里，我会教你一套保命心法，用真气锁死生命值，保证你每次都能从剑祖手里逃脱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得到那颗魂石呢？我要用魂石复活一个人，爱人，不是哥哥。我和哥哥是双生蛇，感情很好。我们从小的愿望就是修仙，然后变成人。可那时的世界，蛇还是很低等的种族，他们认为蛇族阴冷狡猾，没有任何宗门愿意收蛇。可我们到地方后看到的却是无数的捕蛇人。我们拼了命的跑，可我身体瘦弱，很快就被追上了。哥哥本来已经逃掉了，发现我被围，他回了头挡在了我面前，然后被捕蛇人一棍爆头。太惨了！你们两个干什么啊？哥哥，太过分了！谁有捕蛇人的抖音号？我要拉一车面包人去骂他们！带上我，我挠死他们！你们两个够了！好了，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，别哭了。其实幼蛇死亡率很高，
我们蛇族早就习惯了。你也别哭了，乖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小动物生存这么艰难，我不该给你喂后悔药的，对不起。没事的，本来也是我先动手的，不怪你。真的。第二天我就去单挑剑组，结果2分钟就不得不逃命了。回庇护所后，荣奇给我开了视频空间，让我疗伤训练。第2次我能在剑组手里活过5分钟了。第3次、第5次，我反反复复10几天的时间跟剑组交手了几百次，战力越来越高。到了9阶之后，我的战力再也没有涨过。我以为是训练不够，在空间中练了整整3年，甚至荣奇把自己所有的心法都教给我，我的战力却还是纹丝不动。荣奇想了很久，问我：“你的仙髓是不是坏过？”可我已经修好了呀。没用的，坏过了就不再是完美的仙髓，再怎么练也无法突破9阶的。那就永远也不能通关了吗？这些天我跟剑组交手了几百次，还是无法将他击败。他太快了，快到我常常觉得自己在跟好几个人交手，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过他的。但如果有10个人，我相信一定能赢他。你想说复制？我们倒有一些复制果实，但复制出来的只是续影，根本没什么用。续影。不是复制。我在万族简史里看过你们蛇族的历史，蛇族繁衍艰难，必要时雄蛇也能产卵。要是一次生出10个，在10平空间养大，和我一起打剑族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主要是我们人族一次生不了10个。算了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就这么一听。你要是实在不愿意，一会儿就让冥剑把我们挠死，早点离开这个副本。好。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荣奇取了我1滴血，剩下的就不让我看了，独自进了视听空间。我等了一会儿才进入空间，这时候空间已经过去了几个月，荣奇刚好产完卵，一个精致草窝里，黑蛇拥着卵，虚弱不堪。生了几个呀？白茯苓，你若赢不了，就死定了。能赢，包的。快吃点东西补充体力。带好，月子期间可不能受凉，不然老了会头疼的。考虑到小蛇孵化以后总得吃东西，用最快的速度捞了几百斤鱼。等我回去，孩子们也正好孵化了。我看着一地小蛇，哽住了。讲真，蛮诡异的。确实。说啥呢？我囊死你啊！你为了别的男人打我。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命苦。你变了。蛇老珠黄配不上你了。活该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可能有点产后抑郁了，你清醒一点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吧？哦，果然，女人没一个好东西。笑什么？嘻嘻，天生爱笑。孩子们在视听空间里长得很快，一个白天过去，他们就长大了。在荣奇教导之下，逐渐强大。当荣奇带着他们离开视听空间，他们的实力已经在我之上了。这一天，我带着10个孩子正式挑战剑组。从前总是面无表情的白发女人，眼睛第一次活了过来。你很像一个人，他也曾抵达此处。什么意思？别的穿越者？他运气不好，差一点，只差一点点。我不明白。你会明白的。他告诉过我一句话，通往铁艇的路不止一条。是罗马。通往铁艇的罗马不止一条。够了，我说够了。但抵达终点却需要一点运气。他眸光熄灭，挥剑向我劈来，我急速后退。我们11个人迅速摆好阵法，将他围困其中。和我算好的一样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剑组就被击败了。剑组生命值归0的瞬间，荣奇恢复了人身，我们的10个孩子消失了。我在副本中得到的一切都被收回，战力掉至6阶。一颗魂石从剑组额间飞出，荣奇顿了顿，施了个法咒，将战力压至6阶。来吧，公平竞争。我冲上前跟荣奇抢魂石，在我们2人即将触碰到魂石的那一刹，我故意慢了一步，魂石最终落到荣奇手中。他怔了怔，有些讶异。哎呀，抢不过，真是太遗憾了。多谢。齐了，他还会说谢谢了。不过我放弃魂石还真另有原因。刚才和他对打显示加血了，按照原人设，我得到这种好东西就得送给季子修。我可不想白白便宜了他，但由于我在决斗中失败，我得到了一个惩罚，我被缴械了。冥剑在没反应过来时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夺走了。我看着飘在半空的冥剑，我不知道带着会被搅噎，不能带你离开了。我知道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更希望你能自由。对不起。
说了要让你做大将军的。喂，你真以为我那么傻，会相信你那些鬼话？我选择你，只是觉得你比起他们还算有意思而已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这趟出来玩得很开心。下次再见天日，就不知道是几百年后了。小茯苓，来抱一下吧。其实它挺好用的。楚楚，为什么你明知那把剑是我父亲的遗物，却还是非胜不可，让我被收了剑？你我携手走过那么多风雨，难道我还不如一颗魂石？对不起，子修，这次就当我欠你。再看挖掉你眼睛。这么嚣张，他谁？他是剑魂啊！我刚刚在里面赢了，赢了才想起来，东西拿出来也是便宜了薛楚楚，就一个不小心给剑魂吃了。牛啊！你是这个。回宗门后，我和小师妹开始对账，我们拼凑了一下各自在副本得到的信息，大致知道了曾经有几个和我们一样的穿越者进过副本，他们发现了另一条脱离世界的路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他们没能成功，而那条脱离世界的路很有可能就是抢走原本属于男女主的机缘，成为万族之主。我和小师妹沉默了一会儿，气笑了，笑死，怪不得会失败，还万族之主呢，我从小连班长都没当上过，而且那可是男女主啊，整个世界都是为他们而生的，我连仙岁都不完整，拿什么跟他俩打？哎，拉倒。也是哈。我们决定继续做剧情任务，结果没一会就收到了任务通知。这是人干的事？这是屎吗？这就是突然觉得当个区万族之主应该也不是那么难。是啊，至于男女主，我看也没那么强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剑祖跟我透露过，以前的穿越者失败，估计是因为内讧被擦了。是啊，只要咱们团结一心，输不了的。对了，我刚刚在你的茶里下了毒，你要是背刺我，所有修为都会被我吸走哦。我刚刚也在你的甜点里下了蛊，你要是背叛我，灵魂就会永世为奴。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真是巧了，毒妇啊！那任务怎么办？系统说夺走季子修的清白，又没说要我亲自夺走，找个色魔敷衍一下得了。那我呢？你就忍一下吧，被季子修亲一下怎么了？最终，小师妹用傀儡术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但由于任务做的不完美，我俩没掉血也没加血，怪不得有些老实做剧情的也没能通关。离开剑道副本7天后，我再次见到了荣琪，是他主动找来的。是你啊？咱哥活了吗？我听说你一直在托人打听那把名剑的消息。你怎么知道？那把剑不可能再找到了，除非剑道试炼再次开启，但那至少要等几十年。我做了一把差不多的，你用着也许会顺手。是了，他懂铸剑术的，可为什么？我以为你不会想再见到我了。怎么会那样想？毕竟我见过他最屈辱的样子，我没敢说出口。你知道吗？蛇族一生只会生育一次。什么意思？所以你现在不育了？啊？不是那个意思。幻境中的那次不算的。所以你找我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咋知道？他沉默了，脸色渐渐冷了下去。不知道，就算了吧。一阵风吹过，他消失无踪了。我愣了愣，细细端详他送我的剑，很还原了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没有剑魂。不过等他成为名剑就会有了。在我和小师妹的敷衍之下，故事剧情推动的还算顺利。男女主从误会重重到互通心意，终于要大结局了。万族试炼场开启的也越来越频繁，我和小师妹不敢错过任何一次试炼，在终局之战前尽到了最大的努力。没事儿，我8阶，你9阶，加起来就是17阶，打一个区满阶的季子修不在话下。你把薛楚楚放哪儿了？没事儿，我还有个半裸美男，也能顶半个薛楚楚。那玩意儿除了扇巴掌还会啥呀？算了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拼了！
进入最后一个副本前，我去看了一次荣奇。他自从得到魂石，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万族试炼，只是一心一意的照顾着一条小蛇。他坐在树下，耐心的给小蛇喂肉，和在世停空间中他照顾孩子们的样子一模一样，是很好的一条蛇啊！就这样永远平静的生活下去吧。其实那天我知道他为什么找我，只是我不能回应，回应就会产生羁绊，有了羁绊就会丢失离开的决心。我和小师妹进入了最后一个副本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迷宫，参赛者可以组队，队伍人数上限为2。毫不意外，这就是为了让男女主能在一起发糖而特意设定的。除了这条，就再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规则了。进来之后，所有人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找到所有对手，杀掉所有对手，然后活下来。并且这次在副本中死亡是没有复活机会的，无论是为了成为赢得最终的奖励，还是为了活下去，所有人都必须拼尽全力。一进迷宫，四周就传来了厮杀声。我和小师妹自然是组队了，不过我们不打算这么早就耗尽体力。进迷宫后就开始东躲西藏，尽量不跟人正面交战，直到副本里的人被杀的只剩10几个，我们的隐藏技用光，才不得不现身。不出所料，刚现身就被追杀了，我俩转身就跑。其实就算被追上也无所谓，只要不是季子修，我们都能。正想着，就看到了季子修的尸体，他被人钉死在墙面，表情怪异，仿佛死之前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。不能吧？是你们？我子修哥他怎么没了？子修啊，是啊，他死了，所以我不能辜负他，我要带着他的那份赢到最后。话音落，他已经提剑向我们暴冲而来，我和小师妹连忙挥剑格挡，两个人加在一起，还是被他打得节节败退。不对，他满阶了，他什么时候满阶了？在这个故事里，他虽然很强，但总是比男主差一点。我明明记得入副本前他还是9阶，你不是薛楚楚啊？他也是穿越者，没看到面板啊。不，我是说他不再是原来薛楚楚了，季子修根本就是被他杀的。他是在一次次剧情轮回中灵魂觉醒的薛楚楚，他骗过了我们，骗过了季子修，甚至骗过了系统，用无害的外表把自己送到了终局之战，杀掉季子修，吸走了他的全部修为。哟，被你发现了。季子修是我杀的，那又如何呢？难道他不该死吗？凭什么他一出现我就必须围着他转？所有伤心快乐都只为了他？凭什么我受尽磨难，得到的奖赏却是一个男人不值钱的宠爱？凭什么要我做笼中困兽，去爱，去崇拜一个我根本看不起的人？得到魂石那天，我简直笑到发抖，因为我的灵魂终于自由了。我不必再为季子修悲伤欢喜，也不会再被剧情左右，被强行配给季子修。可我知道这不够，远远不够，只有离开这里，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面对现在的他，我不知该如何作答。他的痛苦太沉重，而我的同情太单薄。他在一次次不公的剧情中觉醒，向死而生，无人可挡。可他要的自由和我要的自由是同一个东西。几分钟后，我和小师妹彻底落入下风，被薛楚楚逼到了角落里。而小师妹那位能顶半个薛楚楚的美男，在这时颤颤巍巍地扇了薛楚楚一个巴掌，然后就被拍飞了。可是这样一直跑也没用啊，他迟早会追上我们。把你的仙髓换给我。你是想能行吗？万一仙髓不匹配，咱俩都会修为散尽的。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，但抵达终点的人需要一点运气。剑祖说，曾经也有一个人抵达过这里，但他差了一点运气。我想赌一赌，我有没有这一点运气。反正我们已经别无选择，不如殊死一搏，不是吗？横竖是个死，赌一把。小师妹的仙髓冲入我身体，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痛苦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气息从丹田飞出，牢牢缠住了那根仙髓。而这道气息，正是当初对付剑祖时，荣奇叫我练来锁死生命值的那一道。如果我在一开始就读了万族简史，我就不会招惹荣奇，不会再见到副本和他狭路相逢，他也就不会被我变回原形，被迫跟我合作，将心法交给我。一切的一切环环相扣，错了任何一环，我都接不住这根仙髓。原来这就是剑祖说的运气。为
为什么要阻挡我？只差一点，明明只差一点了。抱歉。恭喜宿主达成稀有成就，万族之主。恭喜宿主获得隐藏福利，常回家看看。宿主可自由脱离世界，并带一件物品离开，请宿主选择物品。我选择带走我的剑，小师妹选择带走我俩这些天一起攒的金币。选择成功。再睁眼，我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。一通语音就急不可耐地闪了进来。我接起，是小师妹。不，或许我应该叫她夏子涵。姐妹，你知道我一睁眼看到件啥？穷金1001克了！我刚穿越的时候，黄金才400一克，现在都1001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咱俩一人能翻5000万。本来有点后悔没有把名剑带出来，现在只后悔当初没有多囤点黄金。对了，薛楚楚咋样了？他好着呢。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剑魂了。我问过他，成为剑魂就永远和这把剑绑定了，一旦被我召唤，就必须为我而战，不觉得后悔吗？他说不，我只觉得自由。啥叫常回家看看啊？这破系统净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不是要唱这首歌啊？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有病吧！我刚买的奶茶。原来是这个回家看看。也对，我俩都是万族之主了，回万族世界怎么不算回家呢？原来故事结局后，世界还是会正常运转。万族世界一点也没变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当初死在迷宫副本里的人都真的死了，到处都在开追悼会吃大喜。我和小师妹站在我俩的灵堂前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身后忽然传来匆忙慌乱的脚步声，我回头，容琪微微喘着气，额上沁着细细的汗珠，她似乎有很多话想说。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宝子们，我们的穿越之蛇尊慢点跑兼满级好科彻底完结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爱你们哟！我们新作品再见。